如果说在一个全世界最高的教堂旁边造一栋新的建筑，你会怎么做？今天咱们就来看一下建筑大师理查德·麦耶设计的乌尔姆新市政厅。简单介绍一下理查德·麦耶，相关专业的同学肯定很熟悉。现代主义建筑大师，设计的建筑都是以白色为主，也是白色派的代表人物。1984年普利茨克奖的获得者。学建筑的同学在学生时代或多或少都做过麦耶作品的模型。当然，建筑大师基本就是争议大师，国内外都一样。所以在这个建筑刚出来的时候，也是一片批评声音，而再到后来逐渐成为新的地标。现在咱们就来看一下这个设计的前因后果。首先来看一下这个场地，乌尔姆，德国南边的小城市，爱因斯坦的出生地。最著名的就是拥有目前世界上最高的教堂——乌尔姆教堂。教堂奠基的时间是在1377年，一直在修，修停停，有钱了就修，没钱了就停工去凑钱，凑到了钱继续修。教堂最终是在1890年完成。据说乌尔姆大教堂最终比原设计要高出了10米。有个说法是当时科隆大教堂已经完成了，乌尔姆大教堂为了要超越科隆大教堂成为最高的教堂，就增加了高度。当然这个说法乌尔姆方面是否认的，但是这不妨碍乌尔姆大教堂成为世界最高的教堂。大概要等到圣家大教堂建完之后，这个记录才会被超越。在这个非常高非常精美的教堂前面有一个大的教堂广场，在这个广场上面，在乌尔姆大教堂建造之前就有一座修道院，后来又改为了学校。在大教堂即将竣工之前的1878年，这个修道院被拆除，理由是为了更好的欣赏这个大教堂，需要一个更大的广场。但是刚把这个学校拆了，人们发现这个广场太大了，太空旷了。于是在接下来的100多年里，围绕着这个广场上是否要建新的建筑，要建怎么样的新的建筑，展开了长期的讨论。被记录的设计竞赛就有17场，第一届是从1924年开始的，前前后后收到了几百份的设计方案。到了1986年，乌尔姆市决定再办一场设计竞赛，最终选择了来自理查德·麦耶的设计方案。当时的麦耶就已经喜欢用白色，所以这是一栋白色的圆形的楼，放在这里看起来比较特立独行。果不其然，这个方案遭到了市民的反对，然后就举行了全民公决，最终的票数是否定了这个方案。然而因为这个投票没有达到法定的人数，所以市议会决定投票无效，继续按照原计划进行建设。所以这个建筑就是一边反对一边建，最终于1993年竣工。戏剧性的是，这栋原先充满争议的建筑在10几年后却成为了这个城市新的地标。在2019年，该建筑被列为国家重要遗产纪念碑。我们来具体看一下这栋建筑怎么就结局反转了。首先，麦耶的建筑功底还是摆在那里的，他的设计理念几乎是延续了柯布西耶住宅的那一套理论，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了进一步的发展，从而就形成了自己的特色。我们来看这个建筑的体量穿插、几何构成，几乎都非常的学院派。建筑由2个部分组成，避免单个建筑体量过大。中间用连廊进行连接，这个连廊是架空的，方便两侧人们自由走动。建筑整体颜色就是白色的，但是材料之间有细微的区别，从而增加了这种体量的穿插感。建筑主体是以圆形的形式，非常的圆润，这就区别于周围建筑的形体，建筑就跳脱了出来。而建筑中一些构件的细节展示，使得整个建筑整体不那么单调。麦耶标志性的白色加上玻璃，使这个建筑在这里就显得非常的纯净。还有一些细节，比如栏杆、窗的构件都是白色的，整体上就非常统一。从整个场地来看，相对于这个教堂来说，这个建筑是非常小巧，跟整个大教堂的对比感就非常强烈。一个是建筑的高大加上雕刻的精美，另一个是整体的小巧加上细节的纯净。建筑的底部局部架空，再加上一些外摆的轻餐椅，对于整个旅游景点来说也有足够的开放性。建筑屋顶上3个三角形的屋脊线是点睛之笔，这跟它周围的建筑轮廓有一个呼应。
而且室内也增加了自然采光。虽然这个建筑第一眼看比较出挑，这和在不远处的老市政厅它的轮廓线也非常相似。现在这个建筑的功能主要是展览、会议、餐饮以及旅游信息的提供。我们回过头来再看一下这个建筑的设计，在一个十分重要的场地，这个建筑并不是全面去迎合周围的环境，甚至是充满个性的。当然，建筑本身的白色也是相对比较讨巧的，它的适应性很强。但是不可否认，在欧洲有大量的建筑，他们在新旧关系上的处理是非常直接的，不管是新建还是改造，而且效果也非常不错。在有的细节的地方也有那么一点小心思，来表达建筑跟周围并不是完全没有关系。比方说这个屋顶，但有一两个就够了，其他就是相对自我的表达。非常纯净、轻盈。这其实也是一种设计思路，如果处处去迎合的话，只能埋没自己本身的特色。都在说要如何尊重周围的环境、周围的建筑，但是也要留出一部分空间，甚至是很多空间来尊重自己。这一点不管是对建筑还是对人都一样，这样产生的效果可能比单纯的迎合或者模仿要好很多。